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1912年，中國宣布成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。日本那時還是天皇權力巨大的帝國。那一年，孫中山倡導三民主義，並借鑑歐美共和制度，推動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權力相互制衡。照理說，這應該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，甚至領先亞洲30年。可100多年後，日本成了穩定的民主國家，中國卻走上了另一條路。那段歷史並沒有完全消失，因為它的另一部分今天還留在台灣。歡迎收看小雪的頻道。這是當時的兩個亞洲強國，一個剛剛廢除皇權宣布共和，一個依舊由天皇掌握大權。乍一看，中國更現代，更有民主的未來，但歷史的走向往往不按剧本來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1912到1949的這30多年，中國第一次走向共和的機會是怎麼一步步失去的。我們從亞洲最早共和國之一中華民國說起。1912年1月1日，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，宣布中華民國成立。這是亞洲最早成功廢除君主制並建立共和國的政治實驗之一。當時的憲法臨時約法在紙面上非常先進的：第一，明確規定主權在民；第二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分立；第三，保護公民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的自由。哪怕是放在今天看，這就是一套現代民主的骨架。而那時的日本還在明治憲法下，天皇是國家的元首，擁有解散國會、統帥軍隊的權利。從共和制度設計的角度看，當時的中國走在亞洲前列。可別忘了，制度只是框架，要真正運轉，需要政治、文化和穩定的環境。我們再來聊聊北洋時期的最自由時代。很多人一提北洋军阀，就覺得是社會混亂、地方割据、軍人當道等。但如果你去看当时的社會生活，會發現那可是中國近代最自由的時期之一。我們舉幾個例子。第一，辦報自由。當時全國有上千家報紙，從左到右各種立場都有，甚至可以公開罵總統、罵軍閥。第二，結社自由。學生、工人、商人可以自由成立社團、工會、學會。第三，學術繁榮。新文化運動、白話文、科學與民主的口號，就是這時候喊出來的。第四，知識分子地位高。北大教授的年收入可以買好幾套四合院，經常光顧北京的8大胡同。你看思想開放都到什麼程度了？第五，經濟活躍。上海是遠東金融中心，紡織、航運、電影產業都蓬勃發展，長期位居遠東最重要的金融與商業中心之一，有東方巴黎之稱。甚至有學者說，如果沒有後來的戰亂，那個時代很可能会逐步走向成熟的憲政，但歷史沒給機會，這個階段不到20年就結束了。中國的共和制為什麼沒走下去呢？我總結共和制沒能穩定下來，有3個原因。第一，軍閥割據，槍桿子比憲法更有話語權，中央政府常常形同虛設。第二，外部威脅，日本在東北擴張勢力，列強在山東及沿海地區擁有廣泛利益，國家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化。第三，文化土壤不足，幾千年皇權制度下，民眾對選舉、監督政府都很陌生，政治參與度低。當國家缺乏統一權威，又被外敵威脅時，人們往往更重視秩序和安全，而不是制度理想。而這一切，在一場更大的日本侵略戰爭面前，都變得不重要了。1937年，全面抗戰爆發，憲政建設徹底停擺，全國進入救亡圖存的狀態。而另一股力量，中國共產黨，趁機用更簡單有力的口號贏得人心，比如打土豪、分田地、改善農民生活，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宣傳口號。相比國民黨後期面臨通貨膨脹、徵糧壓力、基層腐敗等問題，這些口號顯得更接地氣，甚至美國都一度誤判，以為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民主。但1949年政權易手後，新政權隨後推行土地改革、公私合營等一系列政治與經濟改造運動，國家走向了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。這裡有一個很少被認真討論的問題，就是一個中國究竟是哪個中國？今天台灣依然沿用中華民國，而且是1912年那個政權的延續，從憲法國號連中華民國的玉璽都還在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。如果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，
那麼這個中國指的到底是誰？是1912年合法繼承清朝主權，延續至今的中華民國，還是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？在1949年之前，中國共產黨長期以革命政黨和根据地政权的形式存在，並非當時国際社會普遍承認的全國政府。這個問題不是為了挑起爭論，而是提醒我們，歷史並沒有在1949年完全改寫，而是分成了2條不同的路線。當代中國的政治敘事並不是從零開始的，而是繼承、改寫甚至抹去了很多歷史。1912年的中國站在亞洲歷史的前列。1949年之後，中国走向了另一套與1912年共和實驗不同的發展道路。從1912到1949，中國第一次的共和之路因為戰亂、文化基礎不足和外部壓力而失敗，但是它在台灣以另一種形式延續至今，而中國大陸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。這像是一條被截斷的河流，一條支流還在流淌，另一條卻被改道了。當我們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時，或許應該先問自己，那個中國是哪一個？下一期我們會聊1949年之後中國的轉向，以及它對今天的影響。孫先生，如果重來一次，你還會選擇共和嗎？會，因為有些路即使走不到終點，也必須有人先出發。